201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个封闭式的高档小区里，住着幸福的5口之家，却在一夜之间支离破碎。母亲被害，父亲失踪，3个孩子无家可归。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莫看见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在加利福尼亚的纽波特海滩，一个高档的小区里，住着48岁的爸爸皮特·查德维尔和46岁的亚裔妈妈林桂珠。他们2人从大学相识、相恋到结婚，并育有3个儿子。夫妻2人从白手起家到现在的地产大亨，拥有数千万的资产，在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21年。可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外人羡慕不已的家庭将面临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被害，父亲逃亡，3个孩子无家可归。这个家庭究竟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一起把时间退回到2012年。2012年10月10日，星期三，3个孩子像往常一样放学，坐着校车来到家附近的校车停靠站。他们的父母每天都会在这里接他们。可今天3个孩子下了校车后，却始终不见父母。他们拿起手机拨打了父母的电话，但却一直无人接听。1个小时过去了，男孩们感到很奇怪，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迟到过，今天是怎么了？此时，一个邻居刚好路过车站，看到了坐在公交站的3个男孩。询问了3个孩子后，邻居决定载他们回家。3个男孩搭了邻居的车来到家门口，按响了门铃，却迟迟没有人开门。父母显然也没有在家，那他们去哪儿了呢？3个男孩再次拨打了父母的电话，仍然无人接听。天也黑了下来，3个孩子开始着急了。最后在邻居的建议下，他们选择了报警。警察赶到后简单做了登记，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就回去了。3个男孩当晚只好借宿在了邻居家。孩子们百思不得其解，父母去哪儿了？第2天清晨，警方接到了一则报警电话。这个人在电话中说，我被绑架了，一名杂工闯进我的家里并杀害了我的妻子，之后还逼迫我将妻子的尸体丢弃。警方根据男子提供的地址，来到了位于圣地亚哥郊区的一个加油站，在一个垃圾箱内找到了被遗弃的女性尸体。经过鉴定，这正是3个孩子的母亲林桂珠，而报警的这个男人正是男孩们的父亲皮特。警方感到疑惑，杂工是如何闯入他们家并杀害了他妻子的呢？之后皮特又是如何逃脱的？皮特说，昨天杂工干完活后我邀请他到家里看家中的画。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胡安。进屋后我去客厅拿了些东西，他就独自一个人上楼了。可就在几分钟之后，我听到了妻子大声尖叫，他拼命地叫着我的名字，皮特，皮特。我赶紧跑上楼，看见胡安在浴室里想要淹死我的妻子。我急忙跑过去，发现妻子已经浑身僵硬，胡安手里还有一把小刀，随后刺向我。他绑架了我，并逼迫我把妻子的尸体运到了墨西哥与美国的交界处丢弃。警方听得一头雾水，随后发现皮特脸上、脖子和手臂上都有划痕。最令警方感到疑惑的是，在皮特的手臂上还发现了被咬过的痕迹。杂工杀害了林桂珠，挟持了皮特可以理解，可皮特身上的咬伤难不成是杂工咬的？这可太奇怪了。随后警方与皮特返回了他的豪宅里。进入浴室后，警方发现满地的碎玻璃和大量的血迹，卧室的保险箱也被打开。衣柜里还有一个行李箱，行李箱里装着皮特并未整理的衣物，像是很匆忙随意丢到行李箱里的。警方随后调来了小区的监控，根据皮特的回忆，他的妻子是在上午11点左右被害的。监控录像显示，皮特的 SUV 在妻子被害的2个半小时后，下午13点30分离开了社区的大门。警察在监控中并未看到有其他人坐在车上。警方觉得很奇怪，皮特在描述整件事情的时候表现得格外的冷静，并且皮特从未问过自己3个儿子的情况。在警方看来，比起他的3个儿子，他似乎更加关注自己的故事。他在竭力制造不在场的证明，并且从头到尾都说是胡安闯进家中害了妻子，可没人知道这个胡安是谁。除了皮特，没有人见过他。警方觉得丈夫有很大的作案嫌疑，随后逮捕了皮特。那么皮特会是杀害妻子的凶手吗？
警方随后对皮特的家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那么在皮特的家中啊，就找到了一张手写的纸条，上面记录着皮特的计算机搜索历史、女性按摩和人工流产费用等记录。警方猜想，这应该是妻子记到纸上的，这也许就是隐藏在他们家的秘密。警方认为，很有可能是林桂珠发现了丈夫电脑中关于找女人和流产的信息，察觉到丈夫可能出轨，两人发生了冲突。皮特一怒之下杀掉了妻子。几天后，警方在现场采到的血迹 DNA 检测报告也印证了这种猜测。现场除了丈夫和妻子的血迹外，再没有第三个人的血迹。也就是说，林桂珠是被丈夫皮特杀害的。警方以谋杀罪起诉了皮特，皮特也在所有证据都指向他时认罪了。皮特说，2012年10月10日早上送走孩子们后，皮特向妻子提出了离婚，二人因为财务问题发生了争执，扭打在一起，从客厅一路打到了浴室。妻子用手抓了皮特的脸，还咬了皮特。愤怒之下，皮特捡起了身旁的洗漱杯，砸向了妻子，并将妻子摁在了浴缸中，枪死了从大学一直陪伴着皮特走向成功并生下3个孩子的妻子。皮特并未感到愧疚，而是试图掩饰证据，逃脱法律的制裁，但终究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等待皮特的将会是25年到无期徒刑的牢狱生涯。不过，故事到这里并未结束。皮特于2012年12月21日交出了英国和美国的双国籍护照，支付了100万美元的保释金后，获得了假释。法庭同意皮特在距离他们家200公里外父亲家里面等待上庭受审。然而，令警方想不到的是，在经历了13次庭审后，在2015年1月第14次庭审，皮特却没能按时出庭，皮特失踪了。警方发现皮特从银行取走了60万美元后不知去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发现皮特不见后啊，警方立即赶到他父亲的住处，并且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许多与策划逃亡有关的书籍，包括如何变更身份、逃亡期间如何生存等等。原来在取保候审期间，皮特没有忏悔自己的行为，而是一心想着如何逃脱自己应得的惩罚。警方调查发现，皮特在2015年1月9日上午11点乔装成一个女人，从他父亲的房子里乘坐出租车来到了当地的机场。他带着手提箱走进机场，并没有上飞机，而是在机场待了6个小时后又换了一套衣服，并把手机丢在垃圾桶中，上了一辆出租车后彻底消失在警察的视线中。警方正式发出通缉令，皮特成为美国15大通缉犯里的一员。为了捉拿皮特归案，警方悬赏了10万美金，并呼吁公众提供其线索，可却一直没有收到关于皮特的任何信息。警方怀疑他很有可能已经逃到了墨西哥。许多在美国犯案后的逃犯呢，都会选择逃往墨西哥。逃犯在那边可以很容易的就获得假护照。警方把调查重点放到了墨西哥。2年后，在墨西哥的南部城市普埃布拉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位来此旅行的美国人看到了疑似皮特的人，美国请求墨西哥警方的帮助，但线索却戛然而止了。又一个2年过去了，警方甚至怀疑这个美国15大通缉犯之一的皮特是不是不在墨西哥了。直到2019年8月，美国警方又收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有人在距离普埃布拉市区一个半小时路程的一个小村里看到了正在被通缉的皮特。尽管皮特的容貌与5年前有了一些变化，但警方还是认出了他。随后，美国警方在墨西哥警方的帮助下，成功抓捕了他。从行凶到逃亡，长达8年的追捕行动终于落下了帷幕。警方在皮特墨西哥的住处找到了许多假 ID， 他曾使用过库克、保罗和约翰等等的假名字，在他身上还收到了一张身份证。警方调查皮特的逃亡经历发现，在逃亡初期，皮特曾住在墨西哥的高档酒店，但几个月后，墨西哥出了新的规定，入住高档酒店得出示身份证了。皮特不得不从高档酒店搬出来，到一些不需要身份信息的小公寓住宿。尽管皮特逃亡时身上带了60万美元，但在逃亡期间，皮特在墨西哥还是靠着打零工生活。他做过餐厅的服务员，也在后厨做过小工，直到被捕时生活在墨西哥的小村庄里，不作死
就不会死。皮特亲手葬送了原本美满的生活，残忍地夺去了妻子林贵珠的生命。而皮特出事以后没有忏悔，没有难过，他选择了丢下3个孩子，开始自己的逃亡生涯。皮特的前半生是典型的美国梦成功案例。他在英国出生，1991年移居到美国，并通过奋斗成为一名身价1000万的房地产投资人。他与亚裔妻子林贵珠结婚21年，养育了3个儿子，居住在新港滩豪宅中。该区住户名人众多，非富即贵，其中也包括 NBA 湖人队的巨星科比在这里也有房子。他的后半生利用积攒的财富开始了自己的放荡生活，残忍地杀害了妻子，并试图逃避法律的制裁，终将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凭他有钱可以逃到世界各地，但是都不能改变他杀了妻子的事实，也不能躲避法律的最终审判。好了，这就是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